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反射区这个概念，比如做足疗的时候，理疗师呢会根据足底某个部位的触感和疼痛反应来告诉你哪个器官出了问题。反射区到底有没有解剖学的基础？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反映身体内在的病变？今天我们就讲讲这个话题。这个话题还得从当你还是一团乱七八糟的细胞开始讲起。我们曾经说过，人是由胚胎时期的3个胚层细胞发展而来的。这些细胞要变成今天的你，需要经过3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细胞线功能分化。第二个步骤，这些分化的细胞需要在空间上进行位置定位。第三，经过分化和定位后的细胞要通过循环系统、神经系统以及一些结缔组织连接起来。想象一下，造物主当初是怎么造你的？我们先说答案。那么这个过程比较类似于 3D 打印技术。3D 打印呢，需要一个最小的结构单元，还需要定义一个层后来获得一套横截面的图纸，以指导每一层的打印路径。这套图纸呢，需要包括以下的信息：打什么样的最小的结构单元，用什么材料打，在哪里打，电线、水管线、通信线路这些通道怎么嵌入其中呢？打个比方，用 3D 打印一个房子，房子设计好以后，通过横截得出一套横截面的打印图纸。图纸里面标明这里是墙，需要用墙体材料的最小打印单元打。从这里打印到这里，中间有门需要空出来，墙内某些地方呢还需要留出电线和通信线缆的通道。我们的身体在构造的初期也是使用类似于这种 3D 打印的技术，只不过造物主的技术呢比人类目前掌握的最好的 3D 打印技术要复杂和精巧很多很多。你还在胚胎时期的时候，细胞先排成了3个胚层，其中中胚层呢分化成体结和内脏器，这2个东西就是打印你的最小的结构单元。体结包括骨节、肌肉节和皮节，主要是为了打印我们的骨架、肌肉和皮肤。内脏器呢，主要是为了打印我们的内脏。当然，内脏器比体结复杂好多，这里我们就不展开讲了。好了，有了各种材料的最小结构单元，剩下的就是按照图纸打印了。身体的血管、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在某些部位嵌入其中，打印的时候也需要留下通道。造物主在考虑布置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布线方案。今天我们暂时不讲循环系统，只讲神经系统的布线方案。它大概是这样子的：由大脑和脊椎构成的中枢神经系统，在每一节脊椎处发出根神经，根神经呢分别从身体的中间向两侧衍生，形成了外周神经系统。路上经过内脏器形成的内脏，在这里经过的神经系统呢，就会分化成管理内脏功能的植物神经系统。路上经过由体结构成的骨骼、肌肉和皮肤组织的时候，神经又会分化成管理身体运动和感知功能的体感神经系统。这些神经系统呢，虽然分工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根，同一个根，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以某种方式互相影响。我们之所以用 3D 打印来形容这个过程，是因为从神经系统的关联的角度来看，身体确实是从上到下分为31个阶段，这就像 3D 打印的一层一层的结构一样。其中颈椎部8个，胸椎12个，腰椎部5个，底部5个和尾椎部1个。每一个阶段呢，又覆盖某些内脏器官和身体躯体的某些部位。通过身体外在部位的触感和痛感，比如四肢的皮肤和体表肌肉的某些部位的痛或者麻木感，可以关联到根神经或者内脏的病变，这就是节段的解剖学基础。需要指出的是，节段并没有清晰的边界，节段之间有部分的重叠区域。解剖学界目前也没有形成标准的共识。目前使用的节段图分别由 Forster 在1933年发现，和 Keegan 还有 Garrett 在1948年发现。一个节段由多个根神经支配，一个内脏也一般覆盖多个节段，同时也对应多个根神经。节段的解剖学基础在医学界主要用于诊断，这是一种成本比较低，
对病人侵入性比较小的方式，可以快速的锁定病灶的范围。但是作为具有临床指导意义的诊断，还需要有其他的诊断方式联合使用，才能够得到精准的诊断结果。比如某处皮肤或者肌肉的痛感，有可能是局部性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某个内脏生病的外在表现。一般来说，一个健康的器官不可能被有病的体表所刺激，但是一个病态的器官可以对身体表面的某些运动或刺激做出比较敏感的反应。所以呢，很简单的说，这里痛就是这个器官有问题，是非常草率的。我们也希望你没有被某些理疗师吓唬过。截断现象呢，是造物主给我们埋下的一个伏笔，让我们可以从外面可以看到和感知到的体征来推测身体这个黑匣子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除了诊断以外，也有部分的治疗方式基于这个基础，比如神经疗法、物理疗法和针灸。